你知道吗？台湾有一种病最烧钱，光是1年就要烧掉530亿健保费，有快10万的人天天都在烧钱，是哪一种病啊？就是慢性肾脏病，太夸张了吧？景气差就算了，还要把你的钱都洗进医院去，不划算。怎么样来购后列邮记，远离肾脏病？马上告诉你。胡乃文开讲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这水果别乱吃，肾脏病吃1口恐丧命。肾脏不好的人注意听哦，肾功能不好、洗肾或者肾脏病的患者不要吃杨桃，连杨桃干、杨桃汁也不要吃。有的人吃了可能就中毒，严重的话还会死掉了。这5种人最危险，为了健康1口都不要吃。1、慢性肾脏病第3期以上的人。2、急性肾脏病恢复期的人。3、洗肾病人。4、单侧肾脏切除手术还没有满6个月的人。5、尿毒症的人。杨桃对肾脏不好吗？为什么会中毒？杨桃里头有一种神经毒素叫做 caramboxine， 身体健康的人吃杨桃没问题，但是肾功能差的人吃了杨桃没办法代谢，毒素一直累积，就会直攻脑里头的神经，出现打嗝、呕吐、抽搐，甚至于昏迷死亡。最可怕的是，没有药可以解这种毒了。万一肾不好的人不小心吃到了杨桃怎么办？立刻找医生，别拖了。像我们健康的人也会担心，杨桃一天可以吃几颗呀？拜托了，不要吃几颗好吗？你一天吃3、4片没问题，但是吃1整颗就多了，更不建议空腹或者天天吃哦，因为杨桃它里头草酸多，草酸会影响钙的吸收，而且草酸会跟钙结合，成为草酸结石，甚至于还会伤到你的骨头。后面我会告诉你肾脏病人的饮食禁忌，要看到最后哦。泡澡加按腰后一穴，排毒逆转肾。肾脏病最可怕的就是早期几乎没有症状，有60%的人一检查就晚期了。我临床上看到的病人肾功能受损比较严重，就会见到这几种现象：1、身上有尿骚味儿；2、嘴唇黑；3、有口臭；4、舌头暗红；5、舌苔厚而且白脏的。慢性肾脏病最爱找上这3种人：糖尿病、高血压、痛风的人。洗肾的患者里面糖友最多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控制，不然肾脏提早报销就大麻烦喽。肾脏不好的人怎么改善？来，给你2个简单的养肾法。你是健康的人，可以养肾，预防肾脏病；有肾脏病的人呢，你就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排毒。第1个养肾法，按摩肾腧穴，能够补肾益精，改善肾脏血液循环。肾腧穴在肚脐正后方，脊椎左右2边，大概2指宽的宽度。你每天按摩它个3分钟，补肾益精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软乎乎又舒服。第2个养肾法就是泡澡。中医看肾脏病，常把它当成水肿来治疗。水肿分成2种：腰以下、腰以上。经过要略里头记载，在腰部以下的水肿就要靠多排尿来治疗，在腰以上的水肿呢，就要靠出汗来治疗。泡澡就是最简单的发汗方式。一位肾脏科医生分享病例，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，肾丝球过滤率只剩下16，按时吃药以外，还搭配早晚泡澡15分钟。3个月之后，肾丝球体滤过率升到了40。血压恢复正常，全身酸痛也改善了。哇，是不是很棒？冬天泡澡很舒服，把身体里头的毒素和重金属等等出汗把它给排出去，也是很好的护肾方法之一哦。人到一个年纪，油要挑，脾气要收。接下来进一段广告，介绍你一款很懂你的苦茶油。现代人健康意识抬头，才明白好油对人体的重要。阿嬷说苦茶油是传统的好油，承传5代的赖记苦茶油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只有油品新鲜，才能让人用得安心。而赖记苦茶油到底厉害在哪？他们坚持人工挑籽、低温烘焙、周周现榨，新鲜到不行，还通过双重认证。正油富含 Omega-9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、维生素 E 等成分，能为人体补充所需的营养。
凉拌、煎、煮、炒、炸都可使用，一瓶到底。重点是不油不腻，味道超清爽的。给家人吃的，我只想选最放心的。就像爸妈说的，吃好一点才能用得长久，用得安心。花这笔钱，我觉得很值得。这一瓶全家大小、孕期妈妈，还有开始重视饮食的熟龄族，都很适合赖记苦茶油。5个习惯再不改，易拖垮肾。全世界洗肾人口最多的国家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嘿，跟你讲啊，就是我们台湾啦。生有界人哦，有快10万人慢性肾脏病的人有270万人，就是说每8个人里头就有1个人肾脏不健康。嘿，实在哦，就夸张的呢。想避免洗肾，5个习惯先改一改。1、爱吃高油高盐加工食品。2、蛋白质吃过量。3、不爱喝水。4、乱吃止痛药、保健食品。5、高压与熬夜。我们先讲第一个，爱吃高油高盐加工食品，拉面、泡面、热狗、火腿这些食物吃起来，胖公公哦，对不对？常常吃你会得到血压升高、肾脏血流变差、肾小管会比超商店员还要忙。嘿，每天都在超时加班，加班久了撑不住了啦。你可以怎么做？多吃新鲜的原形的食物，高盐食物、加工食品尽量是排拒在外吧。太咸的泡面汤还有拉面汤，不要整碗都把它喝完，喝2口满足就好了。第二个，蛋白质吃过量，减肥健身的人注意，蛋白质代谢会产生很多的含氮的废物，像阿莫尼亚之类的，都要靠肾脏来过滤排毒。长期的蛋白质吃过量，肾脏就会被你操坏了。一天要吃多少的蛋白质才不会太多呢？嘿，有人建议啊，说成人每天的蛋白质量大概抓个体重乘以0.8克就好了。吃太多反而让肾脏负担太大了。第三个，不爱喝水。你上厕所的时候看一下你的尿液，如果颜色比较偏黄，表示水喝得太少了。这样一来就容易尿液太浓，结石感染都容易发生。不要以为水只能解渴哦，它能够帮助你的肾脏代谢毒素，像防腐剂啊、人工添加物啊等等。怎么样喝才对呢？少量多次喝，白开水才是最实际的养肾法。第四个，乱吃止痛药、保健食品。前卫生署副署长李龙腾先生曾经说过，全世界没有健康食品，他自己根本不吃这些。他还指出，台湾和日本的洗肾率居高不下，跟大家过度依赖健康食品一定有大关系。因为健康食品本质上算是加工的食品啊，吃太多，肾脏也会拼命工作，负担超重。至于止痛药，有些人啊腰酸背痛就去药房买贴布，或者是买止痛药吃。我建议你，如果你是偶尔腰酸背痛不舒服，使用贴布以后没有明显的缓解，一定要赶紧找医生帮你看一看。第五个，高压和熬夜，晚睡熬夜的人啊，你是不是本来应该从从容容、游刃有余的上床睡觉，现在却是匆匆忙忙、连滚带爬的上床啊？你看看。有一位蔡依林小姐，她过去几乎天天熬夜，直到被推抓所缠身，就带状疱疹了啊。现在晚上9点半，乖乖的早早就去睡觉，健康找回来了，皮肤变得更是衰当当。长期熬夜，压力大，血压、血糖容易失控，肾脏还得拼命为你加班。嘿，别等到肾脏报销才花大钱来治病，太伤你的荷包了，对不对呀？白天不吃一物，恢复肾脏健康。肾功能不好的人，我跟你说，第一件要注意的事就是麦加用盐啊，吃太咸，吃重咸会怎么样呢？让肾脏过劳，身体的盐分太高，肾脏就得要拼命把它排出去。肾丝球、肾小管都要拼命工作，连带的血压也会升高，加速肾功能的恶化，甚至于提高肾脏病的风险。肾功能受损真的能靠饮食来逆转。20多年前，我岳母被医生检查出肾功能异常，我睡不了，急得问我怎么办。我跟他说，把岳母的饮食调整一下。我说100天不要加盐，不要加酱。结果我岳母真的在100天之后，肾功能恢复正常哦。医中金鉴杂病心法要诀里头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若能戒盐酱淡食100日，多有生者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戒盐戒酱，大概100天还
有很多人都可以继续存活，就这个意思。慢性肾脏病的人，不妨你明天就开始来试试看。肾功能健康的人用这2招保护肾脏：第一，酱料分开放；第二，用天然食材当香料。你在点餐的时候跟店员说酱料少一点，或者是酱料分开放。这样的你可以自己决定我要沾的分量是多少。2，用天然食材当香料。喜欢自己料理的人，建议你少用鸡汤块，改用天然食材，洋葱、蒜头、香菇当汤底。炒菜可以用9层塔、姜、葱、蒜、胡椒来代替化学调料品，这样肾脏保养好了，吃起来身体也更舒服。肾脏病人怎么吃？3水果5蔬菜，放心吃。肾脏病人最关心的就是到底什么能吃，什么不能吃。从中医古籍戒盐降的理论，我们可以延伸出来，肾脏病人要避免吃味道浓重、过咸、过辣、过酸、过甜等等所谓的后味的食物。这些食物容易增加肾脏的负担，让肾功能恶化得更快。有3种食物建议肾脏病人少吃或不吃：一、加工肉品，像肉松、香肠、培根等等； 2、加工食品，泡面、洋芋片，还有蜜饯等等； 3、腌制食品，泡菜、酱瓜、榨菜等等。那么肾脏病人在蔬果上有哪些禁忌啊？肾脏病人可以吃的蔬菜有哪些？高丽菜、花椰菜、豆芽菜、丝瓜、茭白笋。肾脏病人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？芭乐、苹果还有蓝莓。肾脏病人需要限制的蔬菜就是菠菜、地瓜叶、马铃薯、番茄，它们都是因为钾太高了，需要少吃或汆烫去掉那个钾之后再吃。需要限制的水果，奇异果啦、香蕉，绝对不能吃的水果，杨桃。提醒你，肾脏病人的饮食要依个人状况来调整，最安全的做法，我建议你还是请医生帮你评估，才不会吃错，又能够顾好你的优绩。亲爱的粉丝们，我们已经开启会员频道了。如果你认同我推广中医、照顾自己健康的理念，欢迎每月小额支持，只要花2杯咖啡的钱哦，或成为我们的 VIP 赞助者。有你同行，我们才能走得更远。真心感谢你。